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的第19期。这两天呢，读了一封邮件，简直读到我呢肺掉气炸。我给大家念一下哈。致亲爱的员工某某某，今年因新冠，现在家具行业都很难，公司还是在发你正常的工资。你的工作呢，也必须符合这个工资的要求，需要每天完成一篇销售支持心得。每小时600字，每天下班前交给人事，一个错别字罚款50元，一句重复的句子罚款100元，晚交或者漏交罚款500元。考虑到哺乳期视力不好，为保护你，给你安排手写。 What？ 人力资源部叉。这个邮件呢不是写给我的，这是上海的一个家具公司啊，在他的一个员工还在哺乳期的时候呢，要求他每一天写一个4800字的小作文。前因呢是这个员工在休产假的期间呢，公司单方面的降了他的薪水，而且还克扣了他的生育津贴。因为跟公司协商不成呢，员工就把公司呢告上了劳动仲裁法庭，然后呢就发生了写小作文这件事情。这种法盲行为简直就不带任何掩饰的臭流氓，太可气了。然后就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好朋友最近的遭遇。我好朋友呢，她成为新手妈妈不到半年的时间，然后1个多月以前呢，她就休完了产假，发誓啊自己要元气满满的回归到这个工作岗位。前两天呢，我就关心她，我就问她，你以新的身份回归到职场，你的感受怎么样呢？答曰很不好。他讲他回去上班的这1个月啊，基本上天天都在加班，然后4个周末呢，有2个都是耗在了办公室。上级呢就3不5时的问他，你什么时候断奶呀？目的呢就是为了给他安排更多的深夜加班，还有出差。为了尽量的两全呢，我好朋友呢他就选择在公司的附近呢租了一个房子，这样也能节约时间。但是没想到就这个也被人诟病他什么呢？你中午是不是回去喂奶了呀？你为什么不跟你同事一起吃饭呢？你这样不合群不太好吧？这个团队呢在共同的成长，组织在共同的进步，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前进，你不跟着你会被淘汰，甚至会被碾压的。淘汰打击法不够呢，还给他举例子，你看某某某，人家也就比你早生了几个月，你看人家呢为了事业的发展就已经选择了不要母乳喂养孩子，而且家里人还全力的支持他，尽量不让他带孩子。言下之意呢，你看看你就是那个不思进取的最好的反面教材。我听了他的遭遇以后呀，我内心真的有无数句太缺德了在我脑海中跑过。虽然我没有生孩子啊，但是我对于这些职场妈妈的遭遇，我真的非常能够感同身受。因为不管是前面提到那个被逼写小作文的，还是我好朋友，他们都提到他们从生完孩子一直到他们回归职场之后，一连续的遭遇都让他们觉得精神压力巨大。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有时候在工作当中任务重是一回事，但如果在这种压力之下，你觉得自己有被欺负甚至是被羞辱的感觉，太糟糕了。就在我安慰我的朋友呢，跟他一起诅咒这个万恶的资本家的时候呢，好巧不巧，我一个资本家的朋友呢，他就这个女员工怀孕的事情啊，发了一条公开的感想，掀起了一番波澜。他说了些啥呢？今天呢，听说了一个很无语的招聘。前不久一个公司呢要招一个行政岗位，有一个女生呢过5关斩6将就入选了。得知这个女生呢，她刚刚新婚不久，所以在应聘面试的时候呢，人事就专门问了她有没有生孩子的计划。女生答曰没有。在试用期期间呢，不管是这个团队聚餐还是呢接待客户，这个女生既不喝酒也不喝饮料，她只说自己体质不好，所以只喝白水。然后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个试用期3个月，签署了正式合同以后呢，女生拿出了自己的怀孕体检报告，要求自己以后可能要不定期的请假，因为需要定期孕检。领导呢气炸了，公司上下呢都炸开了锅， HR 也是一脸的无辜。我当时问了呀，他撒谎我也管不住啊。因为公司呢要因为这件事情跟他解除劳动合同，女生就把公司告上了劳动仲裁法庭。仲裁结果呢，企业是违法的，不准辞退这个员工。我这个朋友呢就这件事情就发出了个感慨，他说孕妇有没有工作权呢？有，绝对有。但是你已知而且隐瞒自己的怀孕，并且去到新单位应聘，你这摆明了就是要其他的人来帮你分担本来应该属于你这个岗位的工作。他还补了一句说呢，四川方言里面专门有一个词，就专门用来形容这种在公司里面磨洋工薅羊毛的，特别传神，叫做安胎。这话一说呢，就有人点赞，有人开骂。骂他的主要点就是说呢，隐孕这件事情是没有数据证明它是一个多发现象的，不同的人的主观心态不同，但不管怎么样，在中国的法律上是保证了你作为一个女性员工，你在入职前还是入职后还是什么样的时间段怀孕都是你的正当权利。
然后呢，在己方的激烈争论跟这个炮火交织之下呢，求生欲极强的他就发出了一个疑问，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其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就想到，对吼，如果是在英国的话呢？首先，应聘面试的时候呀，隐瞒怀孕的这个剧情它出现的版本可能不太一样。从法律层面上讲呢，在英国面试的时候问这个问题并不违法，但是呢，很多的 HR 或者是面试官都被建议呢，尽量不要的去问这个问题，因为它的风险更大，不值得。为什么呢？想象一下，如果你是 HR 或者是老板，你在跟一个女性候选人在面试的时候呢，明确的谈到了她怀孕或者是计划怀孕的这个信息，但是你最终没有录取她。如果面临歧视指控呢，这会成为对你很不利的证据，不光是怀孕歧视，还有性别歧视。这呢是英国2010年通过的平等法案给到的这个法律保障，所以你不问还好，一问还会成为你以后潜在的法律风险，你何必去问呢？但有时候呢，企业可能会出于非常实际的原因，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关注。比方说一个百货公司，它为了一个节日高峰期，像圣诞节假期，它就要去招人手，那它可能在面试的时候呢，会采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比方说会问你，你在这个时间段，你能不能确保你顺利的在岗啊，能不能进行正常的工作？这个呢是 HR 跟老板的角度。那如果你是这个求职者呢，在应聘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自己怀孕，而且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怎么办呢？在法律上呢，此时此刻啊，你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义务去告诉你的潜在雇主关于你的生育计划的，所以你可以拒绝。那如果你撒谎的话呢，比方说遇到像之前那个百货公司这样的案例，在圣诞节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那你其实已经失去了当初你拿到这个职位的合法性。还有最主要一点就是这个说与不说之间，其实和后面你的这个带薪产假有着直接的联系。英国的产假呢是52周，你至少要在预产期的15周之前通知老板你怀孕这件事情。如果你休产假的话呢，你要提前28天以书面的形式提交给你的公司，包括你的怀孕证明还有你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休产假。那法定的带薪产假呢是39周，前6周是按照你之前平均薪水税前的90%来给你，那剩下的33周呢有2种，一种是按照你的这个90%，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法定的最低的周薪151.2磅，这两者呢哪一个比较低呢，就取哪一个值，这是法律的规定。但是呢，不同的企业呢它会不一样，比方说像这里面大多数的大学，它给到它的这个教职员工的待遇呢是会给他全薪18周的样子。获得这个带薪产假的关键资格呢有2点，第一个就是告知时间，你必须要在你预产期的15周之前通知你老板怀孕这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工作时长，在这个关键周，也就是15周之前，你已经连续的为这个公司服务了26周，也就差不多是半年的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呢，怀孕毕竟是一个藏不住的事情，如果你进入这家公司，你觉得自己因为怀孕而被受到歧视的话，你需要出示你受到歧视的证据。如果你早点告诉他们呢，你就有了坚实的法律依据，撒谎反而会凸显出你当初在面试时候的回答跟事实之间的差距。这是英国法律上呢，在理论上给予到企业跟员工这两方之间的一个制衡吧。那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呢是一回事，它是不是真的有改善英国育龄妇女的这个职场环境呢？英国人权与平等委员会和 YouGov 联合做的调查数据呢是令人沮丧的。我分享几个关键问题的关键信息。一，在招聘的过程当中询问女性生育计划是否合理。YouGov 针对了1106名企业高管的这个调查当中发现有1/3在私企工作的高管认为这是合理的。59%认为呢，女性候选人在应聘的过程中呢应该透露她的生育计划。2，入职多久怀孕呢才是时候。44%的雇主认为呢，女性在决定要孩子之前呢，最好是能在同一个公司已经工作了1年的样子。也同样数量44%的雇主认为呢，同一个女性在同一份工作当中怀孕超过1次，对于她的团队来说可能是负担。3，怀孕了算薅羊毛占便宜吗？40%的雇主声称呢，在他们的工作当中，他们至少见过1名女性利用怀孕的机会。半数受访者表示呢，的确会有员工对于这个怀孕或者是休产假的女性心怀怨恨，而有1/3的人认为呢，在职场当中你要保护新妈妈或者是准妈妈的确并非易事。研究的发现呢，你几乎都能在英国一个名字叫做 Pregnant Then Screwed 的网站上找到对应的怀孕以后受到歧视的案例。发布以后呢，舆论自然很多是痛骂这个企业主吸血鬼的声音，而且这个平等与人权委员会呢还发起了一项叫做 Walking Forward 的运动，希望改善孕妇呢和初为人母的工作环境，而且督促这个企业主呢签署承诺，能够公平的对待他们。
但这个舆论环境啊，老实讲，我自己觉得还是将孕妈跟雇主呢放在了斗兽场上。那爸爸呢？政府呢？生儿育女也不是我们女人一个人的事情，而且这种困兽之斗啊，它会不会更加刺激这种潜意识里职场上的厌女或者说性别歧视的现象呢？其实放眼整个欧洲呢，在孕妈和新生儿的这个育儿福利待遇上呢，英国一直以来也是被视为是一个差等生。这个差呢，还不光光是表现在钱和时间上，而是整个社会观念上。那优等生是哪些国家呢？这个优秀到底体现在哪一些方面呢？它符不符合你的标准呢？我们下期再聊。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呢，记得点赞跟分享。如果你喜欢更多英国文化生活的话题，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哟。拜拜。